哎呀，没点本事，哪敢毛遂自荐要跟你们合作呀？不过我估计别人也看不上你们。放眼华强北，只有我经文愿意跟你们合作。那你为什么会看上我们？走投无路啊！芯片、手机主板全都在你老大手里面。那2个侄子给我加价加的这么厉害，你们也看到了，让我怎么活啊？我们就是想打开市场，也想了解市场。那我得跟你们好好说说了。就你们这款产品吧，我觉得竞争力不会太好。了解市场的人是我天天泡在市场里面，所以我知道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光价格低，不太行。那你有什么建议？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对产品的定义。这里面是我根据客户的需求总结的一些产品定义，你看看行吗？你说，你老大他们压你价钱不让你活，但是我看，那个小年轻的小伙子不是挺喜欢你的吗？你说倪灿呀，那2侄子小了点吧？我是觉得，如果他能有他这么帅，也许我会考虑。他你就不用考虑了，他有女朋友。方便一起吃个饭吗？坐下来慢慢聊。他这个真太有想法了。哎呀，也没有太有想法，就是了解华强北嘛，这个我还是很在行的。所以这附近好吃的餐厅你应该也很了解喽。走，我带你们去。走。哇，这家店好热闹啊！随便坐啊。您请。他们的老板呢，在香港的旺角摆了10几年的夜市，所以东西呢是又好吃又便宜。你们今天想吃点什么呀？你有什么想吃的吗？哦，我都可以啊。喝酒吗？听你的。那你安排吧。好嘞。那么你这稍等啊。啊。其实呢，你们的手机也很便宜，但是毫无特色。是，你们可以把手机变成200块。200块，手机怎么可能200块？哎呀，很久很久以后呢，电子产品肯定会越来越便宜，这是规律，知道吗？那200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蛮多的，最好是能变成100块。所以这100、200对你来说差别很大吗？你们可以去附近的工地摊、什么早餐摊、盒饭摊看一看，100块钱他们能吃多久？能吃好几天哎！来，3位先喝点酒，尝尝我们的辣味双拼，还有白切鸡。谢谢，请辛小姐慢用。谢谢啊。怎么，你们难道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哦，那倒不是。小时候我家里也很穷的，我爸呢在工地给人贴瓷砖，其实为了省钱，也是吃馒头加咸菜的。打住吧，你光说那些，你也不主张降价吗？那2回事儿。其实比起降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于集成。咱们就拿这个酒来说吧，水就是手机主板，无水不成酒嘛，对吧？那酒曲呢，就是芯片，也是它最重要的部分。不同的粮食就是手机的不同功能，然后把几种不同粮食混合在一起，就能酿出让大家有满足感的酒。如果把手机的几种功能结合在一起啊，比方说能打电话、能听音乐、能玩游戏，那我知道芯片多的这几种功能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要是把它做成产品，就会高级很多。那我是穷过来的嘛，所以再穷的人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希望留在自己身边的东西能够高级，能够体面。这个比喻倒是很生动的。李姐，咱们这次肯定不白来啊，受益匪浅。他是在最前线工作的，想的跟咱们不一样。如果把 MP3 和手机的芯片结合在一起，做成单芯片一体化，就让我们这些摊贩主啊，拿到手机就能直接装上。那壳子呢，随便大家设计，
也就是在你们现有的芯片基础上集成一种功能，我相信一定可以大卖。你看吧，金小姐不但人长得漂亮，连集成链路都懂，了不得。哎呀，也没有了，就是认识一些这方面的人士。男朋友吧，一些是多少28、29、30。30个男朋友啊？那你怎么分得过来谁是谁啊？我开玩笑的，我只是看过这方面的报道而已。那当然了，为了对集成电路保持热情，我都会把集成电路人士看成张国荣。要说到帅啊，那还真不是吹。我和他们家那位在这行肯定是数一数二。哎，你行了吧？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啊，有没有人质疑过你啊？啊，你进清华是作弊进去的？这种质疑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光荣。你俩差不多得了吧？啊，再这样下去我会担心的。放心，我呢是卖电子产品的，肯定是喜欢这个领域的人，又没什么文化，当然喜欢文化人了。所以这是泛指，没有针对性。喜欢文化人啊？你对这种文化人不了解。文化人怎么了？文化人多好啊，又聪明又专一又可爱又诚实的。专一？你确定？那遇到对的人就专一了呗。听见了没有？咱们还认识这么多年，聊正事儿吧。不了解我都。我其实觉得集成电路这些想法，哎，接啊。我这不是怕错过金小姐的每一句至理名言吗？你接吧，我等你回来再说。行，那我接个电话啊。哎，他转完不行，咱俩先让他一杯，来。喂，你好，哪位？黄总您好，是我姜薇。姜薇？哪个姜薇啊？啊，就是住户办的那个。住户办。哦，是我那天看到你在跟那个消防的人在聊事儿那个是吧？对，欧阳小姐让我给您打个电话。哦，她让你到我们公司来入职是吧？啊，是的，是的，我想问问您整个流程和我需要做的工作。这样啊，姜薇，我现在手里还有点事儿，我在忙，这些细节等我回去再跟你说，行吗？好，那我们回头见啊啊，拜拜拜拜。错过什么了？什么都没错过。错过了很多啊，是啊，瞒着我说什么秘密了都？喂，子夏。喂，林夕，你跟他说了吗？我还没怎么跟他说呢。哦，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你们在干嘛呀？我们没在一起啊，刚分开没多久。刚分开？那他跟谁在一块呢？我们今天认识了一个人，叫金雯。金雯？女人？对，客户嘛。所以才不接我电话是吧？你别想那么多，他就跟客户聊工作而已嘛。跟女客户聊工作，聊到不接电话，你说他什么意思呀？哎，我问你啊，你觉得我爸的要求很过分吗？再说了，他又不是没能力。好，就算他在创业初期，他一时……你看我这越说越俗气了。我先不跟你说了，你回头碰到他，让他给我回电话吧。喂，我怎么样了？今天还不错，认识了一个人，我觉得他的意见还挺中肯的。但是估计有点麻烦啊。芯片要重新设计，还有流片，估计操作起来难度有点大。
再跟我说说。做出这样的芯片要花很多钱吧？是啊，也有可能会和这次一样不管用。聪明啊。但是我这个人吧，喜欢挑战。你怎么什么都懂啊？因为有英雄气魄的男人，都会选择挑战。我到了，伞给你吧。虽然我们只认识了1天，但是好像感觉认识很久了。你是不是想上去喝杯茶？下次吧，接你送回家。喂，董事长，刚刚林夕跟我说了，我觉得这个点子特别好。哎，对，只是我算了一下，从流片到设计完成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那你给我一个具体的研发费用吧。这样，我先联系一下华源执行，然后等你回来之后再跟你细说，好吧？好，再见。小宝贝儿，大心侧身，谢谢。喝水吗？大心，麻烦你帮我加一杯水。好的。简单用。我越想越觉得金文那个女人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我觉得我看到希望了。这个女人不但有意思，还很有魅力。行了行了，我夸就行了，你就别夸了。为啥？什么为什么呀？李东升，你别忘了啊，你可是个有女朋友的人，子孝在那看着呢，什么女人你也别想了。王林熙，我真替你觉得可惜。在我印象中，你是一个无比自由飞扬的人。你看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婆婆妈妈还爱管闲事儿，过好自己的吧，别指点别人了。谁指点你了？我是觉得很不舒服。哎，你非得当着我的面夸别的女人，子夏好歹是我闺蜜的吧？你现在让我觉得有一种跟你联手起来背叛子夏的感觉。再好的朋友，也得有边界感。我算过了，700万美金。这是我们账上所有的钱。我本来想说，我能做出最好的芯片。有没有可能研发费再少一点？集成这么多的功能，这点研发费已经是少得可怜了。喂。喂，李总吗？麻烦你有时间来红木资本一下。好。你们俩怎么了？没怎么。你给我说实话。这是办公室。亲我一下。老公，谢谢你爱我。你这么爱我，眼里心里只有我，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我记得结婚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你说你这辈子心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相信他。你这怎么了？突然想起来跟我说这个？我就是感慨，我运气好，我运气真的特别好。其他人就未必有我这样的运气了。是不是东升跟子夏发生什么事儿了呀？我们在深圳遇到了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女人，连我都被她迷住了。更可怕的是，东升也被她迷住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真的。谢谢。李总，今天由我来代表鸿蒙资本跟领通的 CEO 黎东升先生，也就是您，进行关于领通科技玻璃芯片业务的会谈。请坐。好呀，那欧阳总有什么吩咐？请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啊？不是什么时候开始，是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我觉得我们给了你们足够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依然见不到芯片部门的盈利。好，可以剥离，但是我希望给芯片部门留700万美金。不可能，你账上只有700万美金。我可以重新融资。你没有时间重新融资。我们在长城的测试这么成功，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卖。我们投的是互联网业务，为什么要给芯片部门莫名其妙的留700万美金？这是你们的财务报表，你自己看一看。你真的有点过分了。我不跟你计较，并不是因为你做的对，而是你迅速做大了互联网部门的估值。但是我告诉你，幸运并不会一直笼罩着你。如果你后面的财务再有任何瑕疵，我们可以告你的。啊，好的呀。你确定你给这种省来这一下子，他会快刀斩乱麻？不确定。不确定你还花？黎东升就是年轻时候的我，爱面子讲兄弟情谊，不好意思跟张海潮说，我们就做互联网，所以我们得推一步。只有我那点股份还推一把？把红木、灵光药都拉过来。你还想拉灵光药？你和我一起去啊？有点不太上路吧？东哥生前很欣赏张海潮的。就算我们不出面，也会有其他人出面的。不会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你是没见到那个女的，风情万种，活色生香，真的。虽然李东升很风流，但是他不下流，一定是有别的原因。什么原因？压力。把互联网部门剥离出去的压力。子夏的公司，子夏的爸爸，肯定都希望把我们芯片部门净身出户。所有人都会跟他说，再也不要投1分钱给我们部门了。芯片行业赚钱是慢了点，但要是真的赚到钱，那就是指数级上升的。道理归道理，现实是现实。外面的局势你又不是不知道，东升的压力一定很大。你倒是很相信他啊。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投资人跟创业者是敌对的。创业者更多的是长期的对企业的承诺，而资本界讲究的是短期。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说，一是要保证资金安全，二是要尽快盈利。而创业者的梦想是基于这两者之后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吕东升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但是这一次，他的决定，在投资人看来是不成熟的。
这不都是为了你的梦吗？是为了我们的梦。没事，我再想想办法吧。多好呀！红木都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叫不良资产剥离。可是我总是感觉心里不安，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不安的？应该特别安才对。可是海潮和林夕毕竟也算是朋友，这样对他们会不会不太好啊？有什么不太好的？以后成了分点钱给他们就是了。我跟你说啊，人一定要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他们也一样。你每年都有年终考核，被投企业汇报。你投过的企业，还没有任何一家上市的。你在红木的职业生涯还是需要金光闪闪的案例的哦。更何况，还能收获一个金龟婿。我们俩最近有点淡。怎么了？会不会他外面有女人呢？那是因为我在帮他逼婚。条件优秀的男人，只要遇到逼婚都一个样。可是海潮就不这样啊！你看海潮都已经是硅谷科技的大佬了，他也对黄林夕很好的。张海潮成不了大气候的啊。你当时在硅谷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不是因为黄林夕会推拉吗？哎呀，来，妈妈给你去准备点干煎带鱼啊，你等着晚上带回去。哎，咱说回李东升好不好？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身边的女人要理解他、懂他，这一点，你妈妈就做得很差。你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觉得我妈做的蛮好的。哎，我跟你讲，你要纠正这个观点。李东升想要什么？赚钱、上市、荣耀，但他更要脸，要的是社会形象。张海潮在他坐牢的时候捞过他一把，还让他做 CEO。之前林光耀发难，张海潮怎么都帮他。你让他在这个时候自毁形象，做一个背信弃义的人，可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帮他把梯子搭好，让他顺顺利利的走下来。他就会感动、感谢、感恩，觉得你是个宝物。然后你就名正言顺的成为了互联网上市公司 CEO 的夫人，你还是红木资本的中方高管。我们家的荣光在你这一辈就会发扬光大，走得更远。哎，女儿，爸爸看得多了，大老夫人，哪个不是手腕一流、学识出众，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帮男人做那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你瞧瞧黄林夕，张海潮为什么那么喜欢他？那些撒泼打滚太太团的事儿，张海潮会做吗？和小商小贩打交道，张海潮肯吗？但是人家黄林夕肯啊，所以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张海潮的另一半。啊，当然，这个梯子得搭得有水平。你要能够帮助男人解决后顾之忧，这就全靠你的本事了。我费这么大功夫培养你，不是只为培养出一个会傻笑的白富美啊。女儿，还有烤麸、素鸡，你要什么啊？哎，要的，你给我装点那个肉圆子走呀。好好，你过来看看看看。
还有，先去找林光耀，想办法得到他的支持。他一心在搞芯片，而且他的博亚星光是台湾最大的芯片设计公司。女儿，你是真的不懂得一个有雄心壮志的男人。林光耀其实就是想一心做他自己的芯片公司，投资领通也就是技术储备。如果张海潮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为他所用，他会更愿意。只要打对这个点，林光耀就是你的人。哎，爸爸，可以呀，挺聪明的嘛。废话，你爸爸可是发过大财的人，你见过发过大财的人有不聪明的吗？林总，你约我啊，我还挺惊讶的。你我都是领通的股东，约着见面不稀奇啊。哎，别给我提领通，我都有点后悔了。一家四不像的公司。您可别这么说，我看张海潮最近的方向还是挺不错的。能不错到哪去啊？之前做出来的通讯芯片不是都卖不掉吗？那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比如降低成本，比如把现有的设计跟 MP3 音乐联动进行一体化设计，这样也方便华强北的那些商贩进行组装，销路不就自然有了吗？这得花不少的研发资金吧？东升一直很支持他，倒是红木资本的几个合伙人非常反对，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永无止境的在花钱，所以他们想剥离芯片业务，让互联网独立上市。毕竟这样成功的案例也不少，而且很多网站做的还不如东升的 FF 做得好。看起来像是鸿门宴。林总，您看好海潮，一直是看好他的技术。你应该很清楚，往往好的技术人员不一定会是好的企业家或是管理者，所以他需要 Brian， 需要黎东升，也需要您。如果张海潮愿意在研发领域上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对于博亚星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储备。可是如果他不愿意，那就是拖累了。拖累的不是黎东升，而是他自己的天赋和才华。我一直觉得，如果海潮能够像以前一样安安心心地待在实验室里，或许会更好。我觉得我重新认识了你。服务员，还没睡呢？有心事啊？我最爱的女人，在我最难的时候要用资本胁迫我，谁睡得着？哎，我可没有啊！我不过是个打工的，你才是大老板，谁能胁迫你呀？我得好好审视你一下。哎，怎么审视？说来听听。你呀，你学坏了，开始学会推卸责任了。你说你的那几个老板，真的了解中国市场吗？他对领通、张海潮还有我们在做些什么弄得清楚吗？所以说，无论是天使轮投资还是 A 轮投资，都是看你怎么说。你说成就成，你说不成，也就不成了。你是我男朋友，我当然希望你成了。我是亲眼看见你花了多少心血去建立你的网站，我只是不想你被海潮拖累罢了。是我们俩老有矛盾，但是他做的事情，我认为是有前途的。我知道你支持海潮，我也很支持他，但这件事不光光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林光耀也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你去找他。东升，你总说我不相信你，但其实我内心一直很坚定的觉得你一定能成，你一定能做出最好的企业。但是做企业是有方法和规则的，尤其是在公司发展的关口，切忌意气用事。你知道李悦的事情之后，
半导体投资市场几乎是风动的，但凡跟半导体沾边的企业和项目，就是拿不到钱。你不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在市场好好的存活下去，才是对海潮最大的尊重吗？你算一下吧，海潮有17%的股份，你有15%，刘涵有12%。那么一旦拆分之后，海潮将拥有芯片部门超过34%的股份，你呢能拥有互联网部门超过30%的股份。到时候我们进行一轮投票，好了，不聊了，你们的股份加上员工。不聊了，陪我喝杯酒。说动他了？我也不知道，肯定说动他了。也许吧。那就得进行下一步了。爸，这事我真的不想再管了。公司员工的说服工作不用你来。不是，还要一个一个去动员吗？这动作也太大了吧！这种时候，一点点流言都会动摇军心。一个企业要做好很不容易，但是要把一个企业搞死，那太容易了。那么我们就来下一步，我们放出消息，他们自己就会乱。他们乱了，东升的解决方案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利益，那就没问题。知道了，先这样吧。真要拆分啊？肯定啊！互联网同时高兴，谁还不知道？也不一定吧。哎呀，这红木资本给那么大压力，我听说林光耀都不想干了。真的假的？不是你干嘛去？再聊会儿。你怎么还在这儿？我让你给的实验数据呢。都这个点了，该去实验室了吧？马上去。海潮，拆分的事情是真的吗？不是前2天还好好的吗？这要真拆分了，我们账上钱还够不够研发的呀？我没听说过这件事情，正在核实。要不要去找一下东升啊？其实是我多虑了，对不对？你想，你我东升，我们3个人加起来股权就有44%，再随便找几个兄弟，肯定能过50%的。没有证实的事情算什么股份啊？那你就去证实啊！哎，我去找东升。哎，你别去，你回你的实验室吧，这事我来管。找我啊？你先说还是我先说？我先说吧。好。红木资本希望召开股东大会，当场表决是否剥离芯片部门。你希望召开这个股东大会？我没有这样的权利。红木资本现在中国部不到10个人，几乎都听你的，你跟我说过的。那红木资本也不是我的呀，我也需要业绩考核，也需要汇报项目。子夏，你跟我说话不用绕弯子，直接一点。作为资方，要求召开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公司未来发展方向，这有什么问题吗？你觉得其实黎东升是想剥离互联网，对吗？我只知道，他希望有一家上市公司，不管是怎么样的上市公司。而且你知道的，互联网不是芯片，要顺应浪潮，浪潮来了便要拥抱它，否则会错过的。所以就要来一场民主表决。林夕，我们现实一点。你提出的方案需要融资700万美元，700万美元足以把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到上市。作为投资人，面对秦宇东的结局、长江的现状、遥遥无期的半导体套现和现在风风火火的互联网局面，你告诉我，一个成熟的投资人他会怎么选？我听不懂你说的。但是我知道，追涨杀跌要不得。
我觉得这是红木资本和子夏的个人想法，我们还是能拿到大部分的话语权的。而且东升应该也不想剥离，否则他就不会陪我去华强北，和我讨论市场。如果东升不想，子夏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哎，子夏最近想结婚，他看上的房子是一套江景豪宅。你不觉得这也是东升喜欢的吗？当然了，其实大部分人都会喜欢。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也喜欢，我只是不去想罢了。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两种，一种是能控制自己本能的，一种是不能控制自己本能的。那李东升是哪一种？游走在两者之间。我觉得如果他有想法，他肯定会来跟你说的。他比我更想成为英雄，至少是别人眼中的英雄。其实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我也是。希望自己是乔峰，可以担当所有的责任。东升应该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要不要算一下头的数？你这么有把握？我想下去走走，辛苦你看一下孩子。老板，我告诉你啊，你做的来了，来，给我喝好，赶紧，大哥，快点这边。你怎么来了？不是搬到城里了吗？这2天搬回来了。跟子夏吵架了？过来人，什么都瞒不住你。被逼婚了？哎呀，消息挺灵通啊。为什么不肯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啊？行，我明白了，你是大老板了 ，CEO 了，公司越来越好，马上就要上市了，怎么可能放弃那么大一片森林，只抱着一棵树呀，对吧？什么呀？我要是跟你说，我觉得心里不踏实，你信吗？我也是男人，我懂男人的本能，我明白啊。哎，你是怎么就黄林溪一个人？因为我爱他。哎呦呦，你要是这样可不行啊！真是肉麻死了。他多傲娇啊，转头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如果不想失去他的话，我只有克制自己所有一切不好的念头。真的。我以前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清教徒。可能约束行为的只有恐惧吧，恐惧失去，才能做出唯一的选择。哎呀，好难下决定啊！如果你什么都想拥有的话，那就是什么都得不到。你选定了一个目标，只能闷着头拼命地往前跑。当然，很难，因为路上会有很多的诱惑。一旦有了别的想法，就只能是误入歧途。比如说，连华强北这种地方，都可能会遇到美女。哎，我说你怎么话里有话呢？黄林溪真够八卦的，黄林溪。我理解你，可能你觉得子夏的价值不够吧？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老板，馄饨怎么还没好啊？来了，还是你喜欢的那口，双份的紫菜，双份的麻油。哎，老板，怎么涨价了呀？就是咋涨价了？你瞧你说的，这猪肉都涨价了呀，是不是？行，那就给我们少来一碗，快点啊！好嘞。哥，一会儿我得抓紧吃，要不然这电话亭就得关了。我估计我妈呀也想我了。还是你闺女，肯定的。出门多长时间了？这饭也太少了。
问题是之前你也没给互联网做什么贡献。是啊，如果我们加入芯片部，嗨，这也没有什么可能啊。海潮怎么想？这一投票就是要分家了，是吗？快别说了。好，股东们都已经到齐了，这样，咱们也别磨磨蹭蹭的了，就由我赶快开个头。啊，都知道了吧？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是股权切割，大家为了把互联网跟芯片部门进行剥离，然后把各自的股权保留在各自选择的领域之上，要做个讨论。待会儿这个方案书上面啊有选票，还请各位好好看看，好好考虑考虑。我们这次的分割主要是通过专业的审计公司以及大家对公司的贡献所做出的分配，那么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说话的都不是我们领通的人，有意思。我们这些股东是为大家好。那咱们就开始投票了。